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讲的故事真的是让我心里五味杂陈，这是发生在一位广州姑娘小梅身上的真实故事。她嫁到台湾已经10年了，可婆家却始终不让她进门，这是什么神奇操作？难道真的是因为大家常说的陆配身份吗？且听我慢慢道来。小梅是广州人，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，业务能力特别强。8年前，公司安排她去台湾出差，负责和当地一家企业的合作事宜。就是在这次出差中，她认识了台湾男子阿伟。阿伟当时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，温文尔雅，待人彬彬有礼，与小梅一见如故。两人相谈甚欢，从工作聊到生活，从兴趣爱好聊到人生理想。这期间，阿伟多次主动带小梅游览台北的各个角落，不仅让她领略了台湾的美景，也感受到了台湾人的热情和礼貌。那时候我真的被震撼到了。小梅告诉我，台湾的夜市文化、奶茶文化、民主自由的氛围，还有到处可见的素质三宝、垃圾分类、排队礼让，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，都让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地方。短短2周的相处，小梅和阿伟迅速从普通朋友发展成为恋人。分别之际，阿伟承诺会经常去大陆看她。此后的1年里，两人开启了飞行恋爱模式。阿伟几乎每个月都会飞到广州和小梅约会，小梅也数次去台湾玩耍。不得不说，那时候我对台湾的印象简直不要太好。小梅回忆道，我发现台湾社会真的很发达，根本不是大陆很多人想象中的贫穷落后。虽然没有特别多的高楼大厦，但是生活品质、社会福利、医疗保险都非常完善，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特别温暖。恋爱1年后，阿伟向小梅求婚了。在台北101大楼的观景台上，阿伟单膝跪地，掏出1枚钻戒，真诚地说，小梅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会用一生的时间来爱你，保护你。小梅当场就哭了，她说那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，我真的以为我遇到了我的白马王子，以后的生活会像童话一样美好。就这样，小梅辞去了广州的工作，办理了所有手续，准备嫁到台湾去。临行前，她的父母百般不舍，却也理解女儿追求爱情的决心。我妈抱着我哭了好久，一直念叨，你这一去就是别人家的人了，万一受了委屈，爸妈也鞭长莫及呀。小梅说，当时我还笑她太多虑了，觉得台湾人那么友善，阿伟又那么爱我，怎么会让我受委屈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小梅的美梦就是从踏上台湾土地那天开始逐渐破碎的。婚礼那天，阿伟的亲朋好友来了很多人，场面热闹非凡，但小梅却发现阿伟的父母全程表情冷淡，几乎没怎么和他说话。而且更让他诧异的是，婚礼结束后，阿伟居然带他去了一个租来的小公寓，而不是他父母的家。当时我还天真的问他，我们不去你父母家住吗？小梅苦笑着说，阿伟只是轻描淡写的回答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应该有自己的空间。我当时还以为他是为了照顾我的感受，怕我一来就适应不了和公婆同住的生活。然而真相却是，阿伟的父母根本不允许小梅踏入他们家门半步。结婚后的第1个周末，阿伟说要带我去拜访他的父母，我特意买了很多广州的特产，还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希望能给公婆留下好印象。小梅回忆道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们到了他父母家门口，阿伟让我在楼下等，说他先上去看看父母有没有准备好。结果他上去后，就再也没让我上去，而是自己下来了，说他父母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改天再见。这样的情况一次又一次的发生，每次阿伟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让小梅无法进入他父母的家门。久而久之，小梅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有一次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直接问阿伟，你父母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是不是因为我是大陆人？小梅哽咽着说。阿伟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终于承认，他父母确实对大陆配偶有很深的偏见，认为大陆女孩都是冲着台湾的社会福利和台胞证来的，目的不纯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为小梅感到心痛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过太多类似的案例了。两岸婚姻虽然同文同种，但文化差异和社会偏见却常常成为阻碍幸福的绊脚石。
小梅告诉我，她曾经尝试过各种方法去改变公婆的看法。她努力学习台湾的风俗习惯，学会了做台湾小吃，甚至连说话都刻意模仿台湾腔。她还主动提出要工作，不依靠阿伟的家庭，希望能证明自己不是冲着钱来的。我在台北找了一份贸易公司的工作，利用我在广州积累的经验和人脉，很快就成为了公司的业务骨干。小梅说，我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，不仅负担了我们小家庭的一半开支，还时不时买些礼物托阿伟带给他父母。然而，这些努力似乎都没有什么成效，阿伟的父母依然拒绝见他，甚至在亲友面前提起他时，也只称他为那个大陆妹，而不是我儿媳。最让我受伤的是，阿伟似乎也渐渐被他父母影响了。小梅痛苦地说，刚开始他还会站在我这边，安慰我说给他父母一点时间，但时间久了，他也开始对我冷淡，甚至会在一些小事上挑剔我，说我不够台湾女孩那么温柔体贴。小梅曾经尝试过和阿伟沟通这个问题，但每次谈话都以争吵结束。阿伟说他太敏感，太在意细节，而小梅则认为阿伟不够爱他，不够尊重他的出身和文化。有一次争吵特别激烈，阿伟居然说，你们大陆女孩就是太强势，不知道什么叫温柔，什么叫体贴。小梅哭着说，我当时就崩溃了。我问她，那你为什么要娶我？既然台湾女孩那么好，为什么不娶一个台湾女孩？阿伟的回答彻底击碎了小梅最后的幻想。他说，小梅几乎说不下去了。他说他父母一直反对他娶大陆女孩，但他当时被我的外表和温柔吸引，以为结婚后我会完全融入台湾社会，变成一个真正的台湾媳妇。现在看来，他们的担忧是对的，我始终是个外来者。听完这段对话，我心里也是一阵难过。在我接触的两岸婚姻中，这种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的问题实在太常见了。台湾社会和大陆社会虽然同根同源，但几十年的分隔发展造就了很多差异，特别是在婚恋观念上，差异更为明显。台湾的婚恋文化受到西方和日本的影响较深，讲究个人感受和平等协商，而大陆的婚恋文化则更多的保留了传统观念，重视家庭责任和集体利益。台湾女孩在婆家面前往往表现得更加谦卑顺从，而大陆女孩，尤其是像小梅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女性，则更加独立自主，有自己的主见。此外，由于历史原因和媒体宣传的影响，一些台湾人对大陆配偶确实存在偏见，认为他们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来，尤其是对于小梅这样来自广州这样的发达城市的女孩，这种偏见更显得荒谬。最讽刺的是，小梅告诉我，阿伟的父母一直认为我是冲着他们家的钱来的，觉得大陆人都很穷，但实际上我在广州的工作收入比阿伟还高，而且我在台北找的工作薪水也不低，广州的房价比台北还贵呢。我去台湾纯粹是为了爱情啊。确实如此，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，不了解大陆现在的发展状况，特别是像广州、上海、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，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市民的生活品质，其实都不输于台北。我曾经尝试着带阿伟回广州看看，希望他能了解我的家乡，了解我的成长环境。小梅说，结果他去了一次就不愿意再去了，说广州太吵闹，人太多，不如台北舒适。他甚至觉得我家里人说话太大声，缺乏礼貌。这种文化差异和相互不理解，让小梅和阿伟的感情逐渐走向了冰点。尤其是当小梅怀孕后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。小梅怀孕的消息本应该是一件喜事，可是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，却成了矛盾激化的导火索。我怀孕3个月的时候，特别想吃妈妈做的广州肠粉，就跟阿伟说想回广州待一段时间。小梅回忆道，结果阿伟居然暴跳如雷，说我这是想把孩子生在大陆，让孩子拿大陆户口。我当时就懵了，我只是想家了，想吃家乡的食物了，怎么就扯到这种政治问题上去了？这种猜疑让小梅非常受伤。在此之前，她从未想过两岸关系会如此深刻地影响到她的婚姻和家庭。更让我寒心的是，小梅继续说，阿伟居然偷偷去问他朋友，如果我执意要回大陆生产，他该如何保证孩子的台湾身份？他甚至考虑过不让我回大陆，
直到孩子出生，小梅最终妥协了，她放弃了回广州的想法，独自一人在台北待产。然而，即使如此，阿伟的父母依然没有接纳她，甚至连她怀孕这件事都让他们心存芥蒂。有一次，阿伟的母亲托人给我们送来一些补品，说是给孕妇的。小梅苦笑着说，但送来的人告诉我，阿伟的母亲特别交代，这些东西是给肚子里的孙子的，不是给我的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感到了深深的屈辱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为小梅感到心疼。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，儿媳妇怀孕是一件大喜事，公婆通常会格外关心和照顾。但在这个充满隔阂的家庭中，连这样的温情都变得扭曲了。小梅的孩子出生后，情况并没有好转。阿伟的父母虽然来医院看望了孙子，但对小梅依然爱搭不理。他们甚至当着小梅的面讨论要不要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养，说什么大陆妹不懂得如何养育台湾孩子。那段时间，我真的很绝望。小梅哽咽着说，我一个人在台湾，没有亲人在身边，婆家又这样排斥我，连阿伟也渐渐站到了他父母那一边。我甚至开始怀疑，当初嫁来台湾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为了摆脱这种困境，小梅决定搬出去住。她用自己的积蓄在台北租了一套小公寓，打算带着孩子搬出去，远离这个充满敌意的环境。我跟阿伟说，我受够了这种生活，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。小梅说，结果她竟然怀疑我要带着孩子偷偷回大陆。我当时就火了，我说我干嘛要偷偷回去？我光明正大的离婚回去不行吗？就这样，小梅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搬出了和阿伟共同居住的房子。阿伟虽然不舍得孩子，但也没有极力挽留，只是约定每周末来看孩子。搬出来后，我反而感觉轻松了许多。小梅说，至少不用每天面对阿伟的冷漠和质疑了。我开始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孩子的成长，慢慢的找回了一些自信和快乐。然而，命运似乎总是喜欢和小梅开玩笑。就在她以为生活即将迎来转机的时候，变故再次发生了。孩子2岁的时候，有一天突然发高烧，我紧急把他送到了医院。小梅回忆道，医生说需要住院观察，可能是肺炎。我当时慌了，一个人手忙脚乱地办理手续，还要照顾高烧的孩子。小梅第一时间通知了阿伟，阿伟很快赶到了医院。但他带来的不只是关心，还有他的父母。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阿伟的父母。小梅苦笑着说，他们一进病房就开始指责我照顾不好孩子，说大陆人不懂得台湾的医疗常识，要不是他们及时赶到，孩子可能会有危险。面对这样的指责，小梅既委屈又愤怒。她明明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照顾孩子，发现孩子发烧后立即送医，并没有任何延误。但在阿伟父母眼中，她永远是那个不合格的大陆媳妇。更让我伤心的是，小梅说，阿伟居然没有为我说一句话，反而附和他父母说，我平时太忙于工作，忽略了孩子的健康。就在那个充满敌意的病房里，阿伟的父母提出了一个让小梅震惊的要求，他们要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养育，理由是台湾孩子应该接受正统的台湾教育。我当场就拒绝了。小梅说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放弃对孩子的抚养权，那是我的孩子，我唯一的亲人。这次冲突后，小梅和阿伟的关系彻底走向了破裂。阿伟开始频繁地带着他的父母来看孩子，每次都会对小梅的教育方式提出各种质疑和批评。他们甚至开始在孩子面前说一些贬低大陆的话，试图让孩子疏远小梅。有一次，孩子问我为什么外公外婆从来不来看他，小梅哭着说，我解释说外公外婆在很远的地方，不方便来。结果孩子天真的说，是不是因为外公外婆是大陆人，所以不能来台湾？阿公阿嬷说大陆人都是坏人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小梅意识到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孩子可能会在这种充满偏见的环境中成长，最终也会疏远和排斥他。于是，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带着孩子回广州。我知道这个决定会引发很大的争议，甚至可能面临法律问题。小梅说，但我实在看不到其他出路了。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在一个充满偏见的环境中长大，也不能接受被剥夺抚养权的可能。小梅开始秘密计划回广州的事宜，
他申请了长假，以回广州探亲为由，计划带着孩子一起回去。然而，就在出发前一天，阿伟突然上门，表示要带孩子去他父母家过周末。我知道，如果让孩子去了，可能就带不走了。小梅说，所以我拒绝了阿伟的要求，说孩子有点感冒，不适合出门。阿伟显然不信，坚持要带走孩子。我们就这样僵持了起来。最终，阿伟报了警。当警察来到小梅家时，阿伟出示了他和小梅的结婚证以及孩子的出生证明，声称小梅想要非法带孩子离开台湾。那一刻，我彻底崩溃了。小梅说，我跪在地上求警察，求阿伟，说我只是想带孩子回家看看外公外婆，不是要抢走孩子。但没有人相信我，警察甚至警告我，如果强行带孩子离开台湾，可能会面临绑架罪的指控。就这样，小梅的计划彻底失败了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件事后，法院判决孩子的主要抚养权归阿伟所有，理由是小梅有将孩子带离台湾的风险。小梅只获得了有限的探视权，每周可以见孩子2次，但不能单独带孩子外出。从那以后，我的生活就像行尸走肉一样。小梅说，我不能接受失去孩子的现实，却又无力改变什么。我甚至考虑过放弃台湾的一切，回广州重新开始，但一想到可能再也见不到孩子，我就无法下定决心。就在小梅最绝望的时候，阿伟突然来找她谈判。他提出了一个让小梅意想不到的条件，如果小梅愿意放弃回大陆的想法，安心在台湾生活，并承诺尊重她父母的意见，他可以考虑恢复2人的关系，让小梅重新参与孩子的抚养。当时我真的很矛盾。小梅说，一方面我渴望能够照顾孩子，不想让他在成长过程中缺失母爱，另一方面我不确定是否能够接受这种屈辱的条件，继续在一个不被尊重的家庭中生活。经过深思熟虑，小梅决定试一试。她搬回了和阿伟共同居住的房子，努力扮演一个合格的台湾媳妇的角色。她学会了收敛自己的个性，在阿伟父母面前表现得更加温顺。她减少了工作时间，把更多精力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。她甚至开始学习台湾的传统习俗和礼节，希望能够得到阿伟父母的认可。那段时间，我真的很努力。小梅说，我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一切，我的事业，我的个性，我的尊严，只为了能够和孩子在一起，给他一个完整的家。然而，不管小梅如何努力，阿伟的父母依然没有改变对他的态度。他们依然拒绝让小梅进入他们的家门，依然在亲友面前称她为那个大陆妹，依然时不时的在孩子面前说一些贬低大陆的话。最让我心寒的是，小梅说，阿伟表面上答应让我参与孩子的抚养，但实际上却常常带着孩子去他父母家，不让我同行。每次孩子从他父母家回来，都会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，比如为什么大陆人都很穷，为什么大陆的东西都是假的。显然，阿伟和他的父母一直在灌输孩子一些对大陆的偏见。就这样，小梅在忍耐和痛苦中度过了几年。她的孩子慢慢长大，上了幼儿园，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判断。令小梅欣慰的是，尽管有阿伟和他父母的影响，孩子依然很爱她，常常会在她伤心的时候安慰她，说妈妈不哭，我永远爱你。孩子的爱是支撑我走过那段黑暗时光的唯一力量。小梅说，每次看到她天真无邪的笑容，听到她奶声奶气的叫我妈妈，我就觉得所有的牺牲和委屈都是值得的。然而，命运再次给小梅带来了转机。孩子5岁那年，我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，医生说时日不多了。小梅回忆道，我迫切地想带孩子回广州，让他见外婆最后一面，但阿伟和他的父母坚决反对，说什么都不同意让孩子去大陆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小梅决定不再忍让。她明确地告诉阿伟，这是我最后的请求，如果你连这都不能满足，那我们之间就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在小梅的坚持下，阿伟勉强同意了，但提出了一个条件，他要一起去大陆，全程陪着孩子，确保小梅不会擅自留下孩子。你知道吗？听到这个条件，我的心彻底凉了。小梅说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是不信任我，还是把我当成一个会抢走孩子的大陆妹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无论我如何努力，在他和他父母眼中，我永远都是一个外人，一个不可信任的大陆人。
尽管心中充满了失望和愤怒，小梅还是接受了阿伟的条件。他们一家3口一起回到了广州，见到了小梅垂危的母亲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母亲，小梅哽咽着说，她已经非常虚弱了，但看到孙子来看她，她的眼睛里还是充满了光彩。她一直拉着孩子的手，用微弱的声音说，乖孙子，外婆爱你，永远爱你。在广州的那几天，阿伟似乎也被小梅家人的热情和真诚所打动。他看到小梅的父亲如何细心照顾生病的母亲，看到小梅的兄弟姐妹如何团结一致共度难关，也看到了广州这座城市的发展和繁荣。有一天晚上，阿伟突然对我说，我似乎一直误解了你和你的家人，你们并不像我父母说的那样功利和势利。小梅回忆道，我当时已经麻木了，只是淡淡的回答，是啊，你们一直都误解了我们。小梅的母亲最终还是离开了。在参加完葬礼后，小梅和阿伟带着孩子回到了台湾。这次经历似乎让阿伟有所触动，他开始更加关心小梅的感受，也更加尊重她的决定。他甚至主动提出要带小梅去见她的父母，希望能够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。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，小梅说，但为了孩子，我还是同意了。就这样，在结婚多年后，小梅终于得以踏入阿伟父母的家门。然而，见面的结果并不如阿伟预期的那样融洽。他的父母虽然表面上客气了一些，但言谈举止间依然充满了对小梅的防备和轻视。令我意外的是，小梅说，这次见面后，阿伟似乎真的明白了什么。他对我说，对不起，我一直以为是你太敏感，现在我才发现，原来问题真的出在我父母身上。阿伟开始尝试改变他父母的看法，但收效甚微。多年的偏见和成见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。更让小梅心痛的是，随着孩子的成长，她也开始受到这种偏见的影响，时不时的会问一些关于大陆的奇怪问题。有一次，孩子问我，妈妈，我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？小梅说，我告诉他，你既是台湾人，也是大陆人。你的爸爸是台湾人，妈妈是大陆人，你有2个地方的血液，这是很幸福的事情。但孩子似乎很困惑，说他的同学告诉他，大陆人和台湾人是不一样的。这种身份认同的困惑让小梅感到深深的忧虑。她不希望孩子在这种充满偏见的环境中成长，却又无力改变现状。就在小梅陷入迷茫之际，阿伟提出了一个让她震惊的提议。他说，如果你真的不开心，不如我们离婚吧，我会给你足够的抚养费，也会保证你有探视孩子的权利，但孩子必须留在台湾，接受台湾的教育。小梅回忆道，她说这话的时候非常平静，就像在讨论天气一样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她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爱过我，只是一时被我的外表吸引，然后抱着改造我的心态与我结婚。面对阿伟的提议，小梅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离婚意味着她可能会失去孩子的抚养权，但继续这段婚姻又意味着永远生活在不被尊重、不被接纳的环境中。我问阿伟，你真的认为离婚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吗？小梅说，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永生难忘的话，其实我一直很感激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永远不会明白，爱一个人需要超越国界和身份的勇气，但很遗憾，我没有这样的勇气。就是这句话让小梅彻底放下了所有的执念和不舍。她意识到，无论她如何努力，都无法改变这个根深蒂固的现实。在台湾这片土地上，在阿伟和他父母的心中，她永远都是一个外人，一个大陆妹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小梅说，我不再纠结于要不要离婚，不再担心会不会失去孩子的抚养权，我只知道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。我需要尊重和爱，需要被平等的对待。最终，小梅和阿伟离婚了。按照台湾的法律，孩子的抚养权归了阿伟，小梅只获得了探视权。但令小梅意外的是，离婚后的阿伟变得更加通情达理。他不仅按时让小梅见孩子，还经常带孩子去小梅家住几天。也许是因为没有了婚姻的束缚，我们反而能够更加平等地相处了。小梅说，阿伟开始尊重我的文化和习惯，也开始让孩子了解更多关于大陆的知识。我们虽然不再是夫妻，但至少成为了朋友。
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而共同努力。如今，小梅已经在台湾生活了10年，她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有了自己的朋友圈，也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虽然阿伟的父母依然拒绝接纳她，但她已经不再在意了。我曾经以为爱情可以超越一切障碍，但现实却告诉我，有些鸿沟是无法轻易跨越的。小梅说，但我不后悔嫁到台湾来，因为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强，也让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。现在，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，能够超越两岸的偏见和隔阂，成为一个真正包容和开放的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小梅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过太多类似的案例。两岸婚姻虽然看似简单，但实际上充满了各种文化差异和认同问题。如果你正在考虑两岸婚恋，希望小梅的故事能给你一些启示。爱情固然重要，但相互理解和尊重更为关键。文化差异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愿意去理解和包容对方的文化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无论你来自哪里，都应该坚守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，不要为了迎合他人而失去了真实的自己。最后，我想用小梅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我宁愿孤独终老，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，因为只有尊重自己，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